失恋最折磨人的地方，不是你哭了几天，也不是你还对他想念，而是你明明知道不能再这样耗下去了，但就是一直感觉怎么都绕不出来。现在的你，如果正坐在房间的角落里，连呼吸都觉得很重，好像胸口一直压着一块石头，请你先听完这段话。失恋不会自动让你变好，痛苦本身也不会让人成长。真正会改变你的，是你愿不愿意在最痛的时候看清楚，我为什么会这么离不开？我到底是在想他，还是在等一个答案？我放不下的，到底是这个人，还是那个在关系里一直委屈、一直等待、一直怀疑自己的自己？接下来这6件事，不是要你立刻忘掉他，也不是逼你假装自己很坚强，而是一步一步，让自己不再被这段关系牵着走。你不用一下子重生，你先从一个很小的动作开始。我们回到刚刚失恋的时候，一开始你看起来并没有什么问题，早上7点按时起床，刷牙洗脸，挤上地铁去上班，下午还是会和同事分享你最新买的咖啡，甚至有朋友问你最近过得怎么样，你还是很平静地说还好啊。但其实听到自己说出这句话的时候，你心里会咯噔一下，这种感觉只有你自己清楚。其实也没有完全好啦，只是我把最狼狈的部分藏起来了。因为真正的崩塌，通常不是发生在别人面前，而是发生在那些没有人注意到的空白里。比如晚上回到房间，房间里只剩一盏台灯亮着，你坐在那里，突然觉得整个房间都空了，床头那本书明明就在旁边，可你连伸手拿起来的力气都没有。就是这种时候，你看起来很平静，可心里一直痒，一直乱，怎么都安静不下来。他又把你带回那个最折磨人的地方。他在干什么呢？他有在想起我吗？他这个时候是不是也会跟我一样，突然怀念我们的从前？他有没有后悔过？就这么分开了？想到这里，你可能会突然冷笑一下，我不会就是传说中的恋爱脑吧？可是先别急着骂自己，这不一定是恋爱脑，很多时候是你心里还在反复扫描那段关系里所有没有闭合的线索。他不是在怀旧，他是在找答案。那些没有说清楚的话，那些突然变冷的瞬间，那些一会儿靠近一会儿退后的态度，都会变成心里的未完成事件。只要他没有得到一个明确的结尾，你就会反复想起，逼自己再看一遍，再想一遍，再找一次原因。过去他回你一句讯息，你就安心一点，他语气淡一点，你心里就空一下，他靠近，你觉得自己又被选择，他离开，你就开始怀疑，是不是自己哪里不够好。久而久之，他不只是一个恋爱对象，他变成了你情绪习惯里的一个按钮。他这个人离开了，可那个按钮还留在你的习惯里。所以你一看到他的头像、动态、聊天记录，那个按钮就又被按了一次。但这不代表你没救。失恋真正的第一步，不是逼自己马上忘记他，而是先看清楚，我现在这么痛，不只是因为我还爱，而是因为我曾经把太多注意力、期待和价值感交给了一个已经离开的人。真正要做的事是先切断刺激源。你先不要把这句话想得太激烈，这不是为了证明你狠，也不是为了让你把他当仇人，而是为了让自己少受一点刺激。在失恋最痛的阶段，你的注意力其实一直在往外流，流向他的头像，流向他的动态，流向你们的聊天记录。很多人以为断联是为了惩罚对方，其实不是。真正的断联是为了停止惩罚自己。你可能只是想回一个工作讯息，手却点进他的对话框。你可能只是买一份烧腊便当，却突然想起以前他也喜欢这家。你可能洗完澡坐在床边，头发还没吹干，告诉自己不要看，最后还是打开 IG 看他的限动有没有更新。问题不是你做了多大的事，而是这些小动作会一次一次把你拉回去。好，先停一下，我们不要再把这些动作简单解释成我还放不下，这句话太粗了，
也太容易让你继续羞辱自己。更准确地说，每一次你点开，每一次你确认，每一次你翻聊天记录，那个按钮都会被重新按一次。你会短暂觉得线索出现了，关系还有可能，那个曾经让你安心的人好像还在附近，所以你会舒服一下。但那种舒服很快就会变成更深的空。这就是刺激源最可怕的地方，它不是一次把你打垮，它是每天让你重新失恋一次。你早上看一次，中午想一次，晚上翻一次，睡前又痛一次。看起来每一次都很小，可加起来，你一整天的注意力都被拆碎了。你没有真的休息，也没有真的工作，心里一直挂着那几个问题：他还在不在？他有没有想我？这段关系是不是真的结束了？所以切断刺激源的本质，不是切断过去，而是切断过去继续消耗你的入口。你可以先给自己3天，少碰那些会把你拉回去的入口，不要一开始就要求自己永远不看，永远不想，永远不在乎。人不是机器，尤其刚失恋的时候，你越是命令自己立刻清空，反弹就越大。这3天里不点开他的对话框，不看他的限动，不翻旧聊天记录，不透过朋友打听他的近况，也不要在深夜听那些专门会把你拉回去的歌，尤其是晚上11点以后，不做任何和他有关的决定，因为深夜的你，通常不是最清醒的你，而是最容易被旧情绪接管的你。白天你还有工作、通勤、同事、便利商店的声音撑住自己，可是夜里，外面的世界安静下来，里面的声音就会变大。这个时候你去看他的动态，不是在观察现实，而是在用最脆弱的自己去碰一个最容易让你失控的入口。如果冲动真的来了，也不要只靠硬忍，硬忍很容易失败，因为你越告诉自己不能看，心里越会盯着那件事。你可以先延迟10分钟，想看他动态的时候，把手机放到房间另一边，去洗脸，喝一杯水，到阳台站一下，或者走到楼下超商买一瓶无糖茶。你不是在逃避，你只是在把自己从那个熟悉的冲动里拉出来。如果10分钟后还是想看，就再延迟10分钟。你可以在备忘录里写一句话：我现在不是想知道他的近况，我是在找刺激。我不是需要答案，我是需要让自己安定下来。你不是立刻变强了，你只是第一次在冲动和行动之间放进了10分钟，可这10分钟很重要。第二件事是把关系里的痛点写清楚。当你完成了最基本的刺激隔离，回忆会开始做一件很狡猾的事，它会美化过去。你本来已经知道这段关系让你很痛，你也知道他有很多时刻没有好好接住你，可是当你不再看他的动态，不再有新的刺激进来，回忆会自己开始剪辑，它会把那些温柔的片段放大，把那些让你不舒服的细节淡化。你会突然想起他曾经陪你走过一段很长的路，想起他某个晚上说过一句很温柔的话，想起他曾经认真看着你，好像全世界只有你一个人，然后你就开始动摇。你会想，他也不是一直都不好，我们之间也有过很好的时候，是不是我太绝对了？是不是我只记得痛，却忘了他也曾经对我好过？听起来很合理，对不对？但你要小心，失恋后，人很容易只记得他好的部分，不是你傻，是回忆会自动帮你把过去修得比较漂亮，像手机里的滤镜一样，把不堪的部分磨掉，把温柔的部分提亮。于是你想起的不再是完整的他，而是被加工过的他。所以这一阶段，你不能只靠回忆判断这段关系值不值得，你要写下来，不是写那些美好的回忆，而是写下这段关系里所有让你不舒服的时刻。他什么时候让你等很久却没有解释？他什么时候明明看见你的情绪却选择跳过？他什么时候给你希望又突然退后？他什么时候说很在乎你，可真正需要承担的时候却把你留在原地？你在哪些瞬间觉得自己好像很卑微？你在哪些夜里一边等他，
一边讨厌这样的自己。不要只写大事，写小事，因为真正消耗你的往往不是一次很大的背叛，而是那些反复出现的小忽略。比如你分享今天发生的事，他只回一个贴图；比如你说自己有点难过，他说早点睡；比如他明明以前会追问你怎么了，后来却越来越少在意你的情绪。表面看都不严重，可累积起来，你会感觉自己在这段关系里越来越薄，越来越不被认真看见。把这些写下来，不是为了恨他，是为了让自己看见完整的现实。因为只靠脑子想，你很容易被情绪带走。可是当你把它写下来，你会突然发现，原来我不是莫名其妙痛了这么久，原来我不是因为小题大做才不安，原来这段关系里真的有很多时刻我是在委屈自己。你可以准备一个备忘录，标题就写这段关系里我被忽略过的时刻，不用写得很文学，也不用写得很漂亮，越具体越好。比如某一天他说会回我，结果消失到半夜；某一次我说我很累，他没有接住，只是转移话题；某一个晚上我其实已经哭了，但还在帮他找理由。你写这些不是为了把自己困在怨气里，而是为了打破回忆，自动美化过去的幻觉。好，我们再停一下。这里不是要你否定曾经所有美好的瞬间，不是的。你们当然可能有过真实的快乐，也可能有过真实的靠近。可问题是，一段关系不能只靠几个高光片段成立。真正决定你要不要回头的，不是他偶尔多好，而是这段关系长期让你变成什么样。如果你在里面越来越不安，越来越不像自己，越来越需要靠猜测维持关系，那么那几个温柔片段就不能再被你拿来抵消所有痛苦。这就是把美化过的回忆重新拉回现实，把幻想从现实上剥离下来，把他曾经对我好过和他是否真的适合我分开来看。第三件事是让身体先动起来。很多人失恋后一直想靠想通来解决问题。你会躺在床上想，为什么会这样？他到底有没有爱过？我是不是哪里不够好？以后我还会不会遇到更好的人？你越想越累，越想越乱，最后整个人像被困在一个没有出口的房间里。但你有没有发现，有些痛根本不是在脑子里，它是在身体里。胸口闷，胃发紧，喉咙像卡着东西，手脚发冷，晚上睡不着，早上醒来又觉得整个人被抽空。你可能没有哭，可身体一直很沉。你可能白天看起来正常，可一坐下来，心跳就开始乱，呼吸也变浅，好像身体比你更早知道我还没有安全。这不是你矫情，这是身体还没有从那种紧绷里退出来。很多人失恋以后，身体也会跟着紧起来，明明什么都没发生，身体却像一直在等一个坏消息。所以这个阶段不要只坐着想，你要让身体动起来。你可以快走，可以跑步，可以去拳击，可以做深蹲，也可以打开一首节奏很强的歌，把房间整理一遍。这件事跟变瘦无关，也不是为了证明你过得更好，你只是要让身体有一个出口。有时候你跑到一半，眼泪会突然掉下来，没关系，那不是退步，那是身体终于开始排出一些东西。有时候你打完一组动作，胸口会松一点，那也不是错觉。情绪不只会变成想法，它也会变成你绷紧的肩膀，发浅的呼吸，还有那个一直咬住的下颚。如果你现在真的没有力气运动，也可以从很小的动作开始。没力气运动也没关系，打开窗户，洗个热水澡，把垃圾丢掉，换掉床单，或者下楼走10分钟，先做一件就够了。你不需要一开始就像电影主角一样彻底重生，你只要让身体知道我还在动，我没有彻底被困住。这里有一个很关键的转折，失恋最容易让人产生一种错觉，我只能躺着等痛过去。但事实上，很多痛不是等过去的，是被身体一点一点代谢出去的。你越是一动不动，越容易被旧情绪困住。你一整天缩在房间，窗帘不拉开，
外送盒堆在桌上，手机一直放在枕头旁边，你的世界会变得很小，小到好像那个人仍然是唯一出口。所以让身体先动起来，不是健身鸡汤，它是告诉自己，我还有别的出口。第4件事是看清你到底在他身上迷恋什么。这一件比较深，但非常重要。很多时候，我们以为自己放不下的是这个人本身，可是慢慢拆开之后，你会发现，你放不下的可能是你投射在他身上的某种东西。比如你爱他的稳定，因为你自己一直很慌，所以你特别迷恋一个看起来很笃定的人。你爱他的自由，因为你一直活得很压抑，所以你被他那种随性、不解释、不受约束的状态吸引。你爱他的聪明，爱他的冷静，爱他好像不需要任何人也能过得很好。更具体一点说，有时候他回讯息很慢，你反而觉得他很有自己的节奏。他说话不解释，你反而觉得他很成熟。他不太需要你，你反而更想被他需要。这就是很多人在感情里最容易看错的地方。当然，不是所有吸引都是投射，但如果你每一次都被这种忽冷忽热、若即若离的人吸住，那你就要小心了。你把他的冷淡看成高级，把他的疏离看成稳定，把他的不需要你看成魅力。可你有没有想过，也许你爱上的不只是他，而是你自己渴望拥有却还没有长出来的那部分。这就是投射，你把自己缺的东西看成了他身上的光，所以当他离开的时候，你才会觉得自己好像也跟着少了一块。不是因为他真的拿走了你的人生，而是你曾经把自己渴望成为的样子放到了他身上。你以为没有他，你就再也碰不到那种力量，可事实是，那些东西本来就不该只存在他那里。好，我们把话说得更具体一点。如果你最放不下的是他曾经给你的安全感，那你真正要练的可能不是追回他，而是建立自己的稳定感。如果你最放不下的是他身上的自信，那你真正渴望的可能是你也想成为一个不再总是怀疑自己的人。如果你最放不下的是他带给你的新鲜和自由，那你要问问自己，我是不是已经太久没有为自己活过了？这不是为了把爱解释得很冷，而是为了让你把力量拿回来。因为只要你一直觉得那些东西只有他有，你就会觉得自己离不开他。可当你看见那些吸引你的特质，其实也是你内心正在呼唤你去长出来的部分，你就不会再把它当成唯一答案。你可以写下3个问题：我最迷恋他身上的什么？我为什么这么渴望这个东西？如果没有他，我能不能用别的方式把这个东西慢慢长到自己身上？这3个问题可能会很痛，因为它会让你发现，你以为自己在等他，其实你在等另一个版本的自己，一个更稳定、更自由、更有底气、更敢表达需求的自己。第5件事是给生活重新放几个小支点。当你开始隔离那些会把你拉回去的入口，开始看清关系真相，开始让身体动起来，也开始把投射收回来，你会进入一个很空的阶段。这个阶段很危险，因为旧的快乐来源被拿掉了，可新的快乐来源还没建立起来。你不再看他的动态，不再等他的讯息，不再每天围着那段关系转，可你突然不知道空出来的时间要放在哪里。晚上回家以后，房间还是那个房间，手机还是那个手机，只是那个你最习惯等待的人不在了。这时候，你不能只靠不要想他，你要给生活放几个新的小支点。什么叫新的小支点？就是每天做一件能给你即时回馈，而且和感情无关的小事，比如整理一个抽屉、跑步20分钟、学一道简单的料理、读10页书、练一段英文、去上一堂瑜伽课、把房间的灯换成更舒服的颜色、给自己做一份早餐，甚至只是把桌面清干净、把水杯洗掉、把今天该丢的垃圾拿下楼。这些事情看起来很普通，甚至有点无聊，可是它们很重要。因为刚失恋的时候，
你的快乐来源突然少了一大块，以前一点点开心，可能都来自他的讯息、他的靠近、他的一个小动作。现在这些来源断掉了，你必须让自己重新标记，原来不靠他，我也可以得到一点完成感，一点秩序感，一点对生活的掌控感。不要小看这种完成感，一个失恋的人最需要的，不是马上变成全新的自己，而是重新相信，我对生活还有一点点控制权。你今天把房间整理干净，那个空间会回馈你；你今天去跑步，身体会回馈你；你今天读了10页书，脑子会回馈你；你今天没有点开它的动态。晚上睡前你会有一点点小小的尊严感，不是很戏剧化，但很真实。这些小事就是你重新站稳的地方，不是靠狂欢，不是靠立刻认识新人，也不是靠用更强烈的刺激覆盖旧伤。这个阶段最危险的就是你很想马上找一个人填空，不是因为你真的喜欢对方，而是你太想证明自己还值得被爱。可是这样很容易把自己推进另一个不稳定的人身上。你不是在重建生活，你只是在换一个人继续内耗。所以这个阶段最好先不要急着找新的暧昧，先是你自己能完成的事，靠很多个小而稳定的回馈，让自己知道除了那个人，我的生活里还有别的光源。你可以给自己一个7天打卡，每天只做一件小事，整理桌面，走路20分钟，煮一顿饭，读10页书，哪一件都可以。重点不是完成多大的改变，而是让生活重新有一点回馈。你会发现这些事不会立刻让你不痛，但它会让你慢慢从我只能等它里面出来。你的生活开始有新的标记，新的路线，新的气味，新的声音，新的完成感。你会慢慢知道，我不是只能围着那个人运转。第6件事是重新解释这场失恋，前面5件事是把你从以前那套习惯里一点一点拆出来，而第6件事是决定你最后会如何解释这场失恋。这是最关键的一步，因为同一段经历可以把一个人打碎，也可以把一个人重新整理起来。差别不在于他痛不痛，而在于你最后怎么定义它。如果你最后只把这次失恋讲成一句我被抛弃了，你很容易把所有痛都变成羞耻。你会更害怕被冷落，更害怕别人离开，更害怕自己不够好。你会把这段经历变成证据，证明我果然不值得被坚定选择。但如果你把它定义成我终于看见了自己的旧模式，它就会变成转折点。你开始看见，原来我以前太容易把别人的回音当成自己的价值。原来我太习惯在不稳定的关系里等一个答案。原来我总是先替别人解释，再承认自己受伤。原来我不是没有能力爱人，而是太容易把爱变成自我牺牲。这不是说你要感谢这段伤害，痛苦不会自动改变人，真正改变人的是你开始看懂自己为什么会这样爱人。不是这件事毁了我，而是这件事逼我看见我不能再这样爱人了。你最怕的不是他走了，你最怕的是他走了以后，你突然不知道自己是谁了。你可以问自己一个问题，如果这次失恋没有发生，我是不是还会继续用同样的方式爱人？我是不是还会继续在别人冷淡的时候先怀疑自己？我是不是还会继续把安全感交给一个不稳定的人？我是不是还会继续忽略自己的感受，只为了维持一段看起来还没有结束的关系？如果答案是会，那这场失恋虽然痛，但它也把你从一个更长的循环里拽了出来。它不是温柔的提醒你，它是很残酷的把你摇醒。你当然可以难过，你当然可以觉得不公平，你当然可以承认这件事真的伤到你了。可你不能永远停在为什么是我里面，因为只要你一直停在那里，你就会一直等别人道歉，等别人后悔，等别人给你一个迟来的证明。你可以换一种方式讲这件事，不是我被丢下了，而是我终于看见我不能再这样爱人了。不是变成一个再也不需要爱的人，而是变成一个
不再靠别人证明自己值得被爱的人。一开始你会觉得自己被迫关机，所有熟悉的系统都不能用了，你慌，你痛，你想回到旧版本，因为旧版本虽然不好，但至少熟悉。可是当你真的熬过那段最混乱的时间，你会慢慢发现，有些旧习惯本来就该被看见了，有些自动反应本来就不该继续运行了，有些把自己交给别人定义的方式，本来就不该陪你走到下一段人生。哭可以，但不要只停在哭里。从今晚不看他的动态开始，从明天吃一顿热饭开始，从后天把房间整理干净开始，有一天你想起他还是会痛，但已经没有那么想回去了。那时你会知道，你不是忘了他，而是终于回到了自己这里。如果你愿意，就在评论区留下3个字：我回来了。